欢迎收看老挝新闻。今天是2025年7月25日星期五，佛历8月下15，万象小雨，24到29摄氏度。今天是佛日，希望各位观众能够牢记佛陀教诲，勤修戒定慧，远离贪嗔痴。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最新外汇报价、股市收盘行情、黄金市场报价、万象燃油价格以及老挝时事要闻。首先来关注外汇。根据老挝外贸银行最新公布的今日外汇价格，美元的银行买入价为21418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2基普，涨幅 0.01%。泰铢的银行买入价为664.54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 2.53基普，跌幅 0.38%。人民币的银行买入价为2971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2基普，跌幅 0.07%。再来关注股市行情。根据老挝证券交易所最新收盘报告显示，昨日老交所综合指数收于 1466.25 点，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 34.87 点，涨幅 2.44%。开盘 1431.75 点，最高 1466.55 点，最低 1428.56 点。成交量70万1300股，成交金额7亿6121万4500基普。成交量最高的股票是中老证券，收盘价150基普，交易量33万股，其次是外贸银行和浦西开发。成交额最高的股票是外贸银行，收盘价1910基普，交易额5亿9975万8000基普，其次是浦西开发和中老证券。接着关注黄金价格。根据老挝 PV 黄金最新公布的价格，重量为1铢的黄金金条，每根售价是3611万基普，较上一次报价下跌3万基普，跌幅 0.08%。然后关注今天的万象油价。今天万象10个加油站执行7月23日老挝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柴油每升19760基普，普通汽油每升23320基普，95号汽油每升27720基普。接下来一起关注时事要闻。1. 老挝外交部发言人就柬埔寨泰国边境局势发表声明。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于2025年7月24日发表声明，对柬埔寨泰国边境地区发生的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声明指出，老挝作为与柬埔寨和泰国接壤的邻国，与两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因此对柬埔寨泰国边境地区的事态发展深感忧虑。老挝呼吁双方保持克制，并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当前问题。2. 万象市副市长视察塞瑟塔区排水渠状况。7月23日，万象市副市长普芬威坎沙赴塞瑟塔县，对排水渠的状况进行了检查和监督。通过对5个地点的实地检查，发现部分地段存在泥沙堆积阻碍水流，多处有大量水葫芦和垃圾。副市长指示万象市公共工程与运输局、万象城市管理与服务办公室以及塞瑟塔县政府尽快制定清理计划，特别是要迅速清除水面上的水葫芦和障碍物。同时，他还呼吁排水渠沿线的商家、商店、公司和民众积极参与清理工作，以确保水流畅通，防止雨季发生洪涝。3. 第32届国家级导游知识提升培训班圆满结束。7月24日，文化旅游学院圆满结束了为期55天的第32届国家级导游知识提升培训班。此次培训旨在提升国家级导游的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培训采用模块化教学，涵盖22门课程，并辅以专家讲座，内容包括旅游发展、业务管理等。经评估，学员在旅游知识、导游业务、安全援助、沟通技巧、老挝文化及法律等方面的实践能力均有显著提升，80%的学员表现出色。同时，学员们还掌握了讲解、时间管理、游客分析、问题解决等导游技能，70%的学员表现良好。此外，在人际关系、服务心理、个人品格和学习积极性等职业素养方面，80%的学员也展现出优异表现。4. 甘蒙省省长视察孔坎县洪涝灾情。7月23日，甘蒙省省长万塞彭沙湾赴孔坎县视察洪涝灾情，受热带风暴为盼影响，
21日至22日强降雨导致孔坎县5个村庄受灾，道路中断，部分积水深达 1.3 厘米，大量房屋、寺庙和1147公顷农田被淹。省长向受灾村庄捐赠了饮用水，并表示将继续筹集物资以帮助受灾民众。他呼吁村民提高警惕，做好转移物资、车辆和牲畜的准备，并特别强调洪水退去后要关注健康问题，预防疾病爆发，要求各级组织密切监测并及时报告紧急情况。5. 博交省破获特大运毒案，缴获416万粒封药和159包冰毒。7月22日下午3点半左右，克红峦检查站对一辆从会晒县驶往巴塔县的白色无牌6轮卡车进行了检查，该车驾驶员为25岁的涂维，苗族商人，居住在会晒县沙茶龙村。检查中发现车辆顶部有改装痕迹，于是警方将该车连同驾驶员带回巴塔县公安指挥部对车辆进行进一步检查。经查，在车辆顶部改装部位查获毒品、封药2080捆，共计416万粒，以及冰毒159包。目前，专案组正在对该案件进行深入调查，以追查同伙，并依法对其进行处理。6. 沙湾拿吉省蒙拼县销毁113公斤不明死因水牛肉。据蒙拼县农林办公室主任努坎卢女士报告称，7月23日晚8点，蒙拼县农林办公室兽医检查组在23号公路发现一村民使用无牌摩托车非法运输113公斤水牛肉。经查，该村民无法提供起点村庄当局出具的证明文件。鉴于此次水牛肉运输不合规且水牛肉死因不明，农林办公室兽医检查组当即没收了该批水牛肉，并对涉事人员进行了警告记录。随后，7月24日上午10点，蒙拼县农林办公室举行仪式，将该批水牛肉通过掩埋方式进行销毁。7. 万象湄公河水位急涨，当局提醒低洼地区居民防范洪灾。7月24日，受上游水量影响，万象市占塔武里县塔瓦站地区的湄公河水位持续快速上涨，截至当天下午3点45分，水位已淹没儿童游乐场，并高出河滨公园地面。傍晚6点左右，水位仍在不断攀升。为防范洪水可能造成的损失，沿河地区的商贩已纷纷将货物搬离岸边。当局提醒居住在下游低洼地区的所有居民务必将物品转移至安全地带，并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消息。鉴于当前形势，灾害随时可能发生，请民众提高警惕，做好全面防洪准备。8. 外荣县南松河水位开始下降。7月24日上午9点，南松河水位已显著下降至 4.4 米。目前，沿岸部分路段仍有约20厘米的积水。预计若无降雨，水位将继续下降。尽管水位有所回落，但南松河沿岸的餐馆、旅馆以及地势较低的民居仍需持续关注水位变化。如果再次下雨，南松河水位可能会迅速上涨，并有引发泥石流的风险。尤其是在7月22日至24日期间曾出现过此类情况。目前，计划前往万荣县的游客可以正常前往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老挝新闻，欢迎点赞、评论和订阅，我们明天见。